这个男人在沙漠的仙人掌林中不断的逃亡，因为后面有猎犬穷追不舍，远处还有大叔在后面瞄准射击。男人没有办法，面对仙人掌丛林，也只能硬生生的往里面钻。但是猎犬利用了自身瘦小的优势，不断的在逼近男人，男人只能匍匐前进，但猎犬已经渐渐的追了上来。男人只能慌忙的停下来，安装信号弹，对着冲向前攻击的猎犬直接一枪开了过去。燃烧的信号弹打进了猎犬的嘴里，大叔听到了猎犬的惨叫，上前寻找，但找到后，猎犬已经奄奄一息了，直接补了一枪结束了他的痛苦。大叔不断的咆哮，发射男人偿命。其实杀猎犬的男人原本只是一个从墨西哥往美国逃亡的偷渡客，暂且叫他阿文。阿文和众多偷渡客坐着汽车，想要穿过沙漠逃往美国，但汽车突然抛锚，没有办法，几个领头人只能带着他们徒步穿过沙漠前往美国。众人穿过边境的铁丝栏，徒步在美墨边界时，被自以为正义感十足的大叔看见。大叔直接用猎枪瞄准了偷渡客，一枪直接把带头的干掉了。当众人还不知啥情况的时候，第二人也直接倒地了。大叔把偷渡客们当成了猎物，直接一枪一个，弹无虚放。虽然有一位偷渡客知道蛇形走位，躲过了几枪，但是最终还是被解决了。而这一切被走丢在后面的5个偷渡客看见了，其中就包括男主阿文在内，吓得直接慌乱的逃跑。但刚好逃跑的动静被大叔的猎犬察觉到了，大叔用瞄准镜查看到了他们，5人慌乱的逃亡，猎犬在后面不停的追击。有一个胖子因为跑慢了，被后面的猎犬追上，直接把胖子扑倒在地。同行的女伴想上前营救，但被阿文拦住了。猎犬死死地咬住了胖子的脖子，胖子一下就完了。大叔看见胖子已经被解决了，吹哨子示意猎犬继续追击其他人。4人看见猎犬追击，只能往峭壁上快速的攀爬，而大叔也往峭壁攀爬上去。4人来到一个小的悬崖边，一个个的往对面的石头跳去，但又有一个小胖因为害怕不敢跳，但猎犬已经追上来了，没有办法，纵身一跃，果然没能跳过去。阿文虽然抓住了小胖的手，想往上拉，但被在远处的大叔瞄准，直接一枪射了过去。小胖掉下悬崖，阿文也只能乘机逃跑。3人千辛万苦的逃亡到了一个峡谷，正想着终于摆脱了大叔时，却不知道大叔早就已经在峡谷守着了。猎犬也直接追击了上来，3人没有办法，又只能往悬崖峭壁上攀爬，以此来躲过猎犬的攻击。大叔也随即往悬崖攀爬上去。一个同伴因为看见大叔追了上来，手脚慌张，不小心直接从悬崖上摔了下去。阿文迅速地带着女孩躲在了悬崖峭壁上，大叔也放弃了追击，直接来到悬崖下，一枪解决了同伴小伙。两人休息了一个晚上后，女孩想到了一个妙计，就是想办法把车偷过来。此时猎犬听到了动静，朝山上跑去。当猎犬和大叔赶到动静现场时，原来只有一个布娃娃在叫。猎犬立即发现不对，往回追去。大叔也发现动静，瞄准两人开枪，但被地上的响尾蛇缠住了。阿文和女孩跑到汽车旁，再用棍子打开车门，但时间很紧迫，因为猎犬马上就要追上来了。恰好在那么一时刻，车门开了，两人迅速的上了车，猎犬只能在外面狂叫。两人开着车，正在为摆脱大叔而欣喜若狂的时候，突然一颗子弹打入了车内，女孩中枪了。阿文在慌乱中，汽车来了一个侧翻，没有办法，阿文只能把女孩拉出来，扶着女孩继续往前逃亡。阿文把女孩扶到了一个巨大的仙人掌下面休息，拿着工具箱里的信号枪，打算独自一人引开大叔和猎犬。当猎犬快要发现女孩的时候，阿文在远处的山头开启了信号枪。大叔放弃了找女孩，直接朝着阿文追去。阿文一路逃跑，猎犬在后面一路的追赶。阿文爬到了一个仙人掌林中，忍痛不停地往前爬，但猎犬利用自身的优势，很快就要追上阿文了。阿文不得已停下来，装好信号枪。猎犬正要扑上来时，一枪信号弹打进了猎犬的嘴里，猎犬不停地惨叫。大叔听到后立马追赶了过来，但是猎犬已经被烧得奄奄一息了。大叔很愤怒，誓死要杀掉阿文。阿文不停地往前奔跑，不得已阿文跑到了一座峭壁，大叔也追了上。阿文直接和大叔围着峭壁转圈圈，但不知道转了多少圈，大叔还是年龄大了，体力支撑不住，速度明显的慢了下来。到大叔在峭壁边休息时，阿文突然从后面冲了出来。阿文抱着大叔从戈壁上撞了下来，经过多轮翻滚，大叔的腿受伤了。阿文忍痛爬起来，抢过大叔的猎枪，对着大叔，大叔立马就怂了，不断的求饶不要杀他。阿文最终还是忍住了，对着旁边开了几枪，然后就离开了，让大叔一个人自生自灭。影片的最后，阿文回来找到了女孩，背起女孩往沙漠的另一端走去了。